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24号，平安夜，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市场的巨大魅力与消费真相，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英国脱欧协议达成啊。那么还有中欧全面贸易投资全面投资协定的情况，我们今天也讲一下啊。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在这里向各位祝节日快乐啊。那么本来我是想今天就大家一起休息了，不过后来想了一下，你们就当休息吧，好不好啊？我先讲讲这个英国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啊。那么欧盟与英国12月24号下午平安夜前宣布经过最后冲刺谈判，欧盟与英国在这个自由贸易协议达成共识，这是脱欧协议中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部分啊。那么欧盟的脱欧首席代表巴尼耶在记者会上表示达成协议显示将会有新的经贸规则，比如说航空运输公路交通、渔业和能源。根据协议，英国产品可以继续享有免关税、免配额进入欧盟共同市场，条件是英国遵守公平竞争的条件，既实行相同的环保、社会保障和补贴范围那么2016年6月英国公投脱欧，那么4年之后经过最后不到10个月的谈判，达成了这个初步的协议，那么避免了无协议脱欧的这个混乱。那么现在还需要几天的时间因为双方是要求在1月1号之前达成最终协议，那么完成这个具体内容的这个谈判那么在整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其实最具有争议的就是捕鱼权捕鱼权以前不清晰，那么英国方面其实对捕鱼权的这个抱怨一直有抱怨，那么现在就是而欧盟的渔民呢又担心这个今后会还能不能到英国的水域去捕鱼那么其实欧盟跟这个英国他们商界是很希望达成协议，因为如果没有协议的话这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场景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叫德国外长马斯。德国外长马斯在这个协议达成之后，他是这么说，他说整个脱欧过程将使欧盟公民认识到加入欧盟的好处他是这么说，我认为很多人把身为欧盟成员国的好处视为理所当然，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但脱欧让人们看清楚身处欧盟所能享受到的好处，他们有迁徙自由，享受自由贸易，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活、学习和工作。目前我真的没有看到大多数国家愿意放弃这些利益。其实马斯的这番话呢，其实就点破了这次这个脱欧谈判的困难其实这个脱欧谈判的困难有那么困难吗？当然有困难，但是也没有那么困难欧盟不会让英国那么舒服的离开如果英国那么舒舒服服的离开欧盟的话，那他怎么去约束他其他的成员国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而且非常有这个代表性的意图很清楚，欧盟一定不要让英国付出代价，让其他的欧盟国家成员国看一看，假如你要离开脱欧，你要付出的代价，英国是这个样子，你也比英国强多少？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当然我觉得我一直认为就是英国跟欧盟一定会达成协议因为这个既然双方过不到一起去那么分手是一定的，没有协议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大家知道整个欧洲国家都是一个
非常务实的、非常理性的一个国家，他们一定会寻找一个最佳方案。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有些坚持，这个坚持到什么程度？当然是坚持到最后一刻，然后就达成协议了。这应该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嘛。所以我觉得，中间当然会有真有假，有假戏真做，有真实的一些坚持，这个我觉得都不意外。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真正重要的是政治意愿，就是英国也好，欧盟也好，他们最重要的利益是什么？最核心的利益是什么？对英国来说，他既然决定了要脱欧，他其实没有别的选择，他就是要尽量的有秩序的撤退。对英国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利益。所以你看的有2次还是3次，英国最后说我们没有协议脱欧，我们脱欧没有协议，我们就硬脱。这是英国说有2次，英国很认真的讲这件事情。那么欧盟其实一直对这些都没有反应啊，所以这都是谈判的策略啊。对欧盟来说，让英国既然要走，他也没得选择。那么跟英国没有协议，让英国离开，对欧盟一点好处都没有啊！因为双方要知道，欧盟跟英国之间的贸易是非常频繁，而且经济结合的非常紧。无协议脱欧对欧盟来说伤害也非常的大，但是欧盟一定要让英国扒一层皮才能走，这就是欧盟的态度。所以欧盟在这些问题上肯定不是那么容易妥协啊，这就是在这4年谈判过程当中为什么那么痛苦的原因啊。这是一个啊，我认为最终他们会和平分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现在的进展。这个月初啊，这个星期的头几天啊，突然就传出来什么呢？传出来，中欧之间要签了啊，要签这个投资协定啊，也就是说基本上已经谈完了。那么中间就出现了新的消息啊，什么消息呢？就是说，中欧之间还有一些没谈完啊，就是消息有反复。那么最新的消息说，双方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还是有分歧啊。那现在的情况是，德新社有一个新闻说，说中国方面在一系列领域做出了让步啊，本来计划是本周一啊，那么刘鹤跟欧盟副主席进行视频会议，把剩下的问题扫掉，那也就这样就能够在这个叫什么，在1月1号之前签署这个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啊。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是双方你看还有一些分歧，但是这里面分歧是来自欧盟内部的文件在海空交通运输服务、金融、互联网科技等新能源机动车、电信、云服务以及私营医院等领域，中国方面有新的让步。但是双方还存在一些分歧。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这里面涉及到这个几个重要的国家，一个国家就是德国啊，德国今年是轮值主席啊，德国非常积极的在推动这件事情。那么另外一个国家就是美国啊，美国在向欧盟施加压力啊，希望他们再考虑一下啊，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叫苏利文在12月21号推特上面说，希望尽早与我们的欧洲伙伴就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做法
共同关切进行磋商啊。那么实际上这件事情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欧盟到底怎么办啊？欧盟现在是这件事情，我认为剩下一点点问题，一脚就可以踢进去啊，一脚就可以踢进去。现在欧盟有点犹豫啊，犹豫什么呢？犹豫美国啊，美国那边到底理不理他啊？现在的情况就是，当然，中欧投资协定，中国很想要。如果中欧签了这个协定，那么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取得了一个胜利啊，取得了一个胜利，他获得了另外一个对外关系的支点支撑。对于欧盟来说，他很需要，为什么？因为他希望在和中国的这个交往过程当中获得什么呢？获得对美国的一个筹码。当然，他更注重的是什么？更注重的是他能够独立的采取他的对外政策啊。所以对于欧盟来说，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利益啊，商业利益。就对于欧洲企业来说，中欧投资协定对欧洲企业是有帮助的啊。这两个东西对于欧盟来说，他也很想签这个协议，但是这对于欧盟来说，现在有一个不确定性，就是美国。美国到底怎么说啊？美国现在肯定不希望中欧签，为什么？因为拜登还没有上啊，这个新的政府到底是谁，现在还不清楚。最后这个结局是怎么样，还有不确定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对于拜登来说，他希望中欧之间先不要签，等他上来再说啊，上来他跟欧盟协调之后，再看看怎么办。所以美国现在肯定是在向欧洲施加压力，向欧盟施加压力，希望他们不要动，等我们协调好了再说。所以这件事情就拉住的东西，拉住的力量是谁？就是美国啊。现在的情况应该是一个这样的局势，这个局势会变成什么样子不好讲，不好讲，因为整个西方阵营啊都在一个统一的调子下，就是中国是威胁，包括欧盟自己都希望跟美国重新建立一个合作关系，来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那你现在美国现在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方向，你就跑着去跟中国签一个投资协定，你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其实这里面是有矛盾的，所以在目前来看，这个情况会推迟啊。现在他们就说，可能这件事情要到圣诞节之后了啊，那肯定是要到圣诞之后了。好，这是第二个，就是中欧之间的全面投资协定，应该会再拖一下啊，拖一下，要看看美国的态度是怎样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中国社科院9号发了一个报告，什么报告？叫休闲绿皮书。它是一个2019年到2020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啊，就是调查这个中国国民的休闲状况啊，从2019年到2020年。那么这个报告呢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经常看到中国的一些经济数据啊，那么对西方投资者来说，非常的兴奋。每年中国的消费市场这么庞大，十几万亿的这个消费市场，当然非常的惊人。那么，所以对国外的企业来说，这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市场啊，庞大的市场。然后中国跟全世界宣布，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有2-3亿人。你想一下，2-3亿是什么概念？所以2-3亿的中产阶级，那相当有吸引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有一些数据显示，中国其实没那么大的市场啊，中国的市场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中国人比较穷啊。那这个数据到底我们该怎么去看啊？这个调查报告呢，就给了我们一个交叉对比的一个
交叉对比的这个参照系啊，我们可以今天通过这个报告来看中国的消费市场和中国人的收入啊，中国的收入跟它的消费市场是关联的啊。那我先说这个报告大体上说一下啊，不是我今天的重点。先说什么叫休闲，休闲就是休闲的定义，就是只在闲暇时间，就是除了你上班，除了你睡觉中间的这些时间啊，叫休闲时间、闲暇时间。但闲暇时间很多人是在做饭啊，做饭、洗衣服啊。那么你的闲暇时间进行的休闲产品，包括物质的啊、精神的啊休闲活动啊。那么休闲活动其实能够反映这个人群的生活品质，就是你生活品质高，你的休闲的这个消费会比较高。你生活品质低，你基本上没有休闲啊，就会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大概把这个休闲分成三大类啊，一大类呢是艺术表演啊、创作啊，比如摄影啊、摄像啊、写作啊，包括什么独自发呆啊、什么益智竞技，比如说打牌、打麻将、游戏呀、打游戏呀等等啊，包括比如说去看书啊、咖啡馆啊、茶馆啊、酒吧啊，这都属于啊，这都属于休闲消费啊，还包括什么呢？聊天啊、微信啊、QQ 啊。还有健康保健啊，比如说做运动啊，还有社交活动啊，健身房、游泳馆啊，逛公园啊，就北方逛公园多，南方逛公园比较少，老年人去的多，年轻人少啊。还有在网上啊，比如说看电视啊、听广播、看书、听音乐会、参加什么俱乐部活动啊等等，刷手机、刷电脑。线上活动学习，学跳舞，大概就这些啊。就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些休闲的内容，包括旅游啊，包括出去玩啊。那么他是这么算啊，他调查是这样：过去一年，中国人每天平均在线休闲，就是刷手机，刷手机跟刷电脑叫在线休闲。在线休闲其实时间很长。每天中国人花在刷电脑这个在电脑冲浪或者是刷手机的时间有多少？4.9个小时，很长，非常长啊。那么就是刷手机啊。那么27.3%是1个小时到3个小时，25.7%3个小时到5个小时，16%个人5个小时到8个小时。这些人不知道干什么，天天这么长时间在刷手机或者刷电脑啊，趴在电脑上啊。他说整体呈现出来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年龄越小，在线时间越长；学历越低，在线时间越长啊。所以你在线时间别太长啊，太长说明你学历很低啊。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60后、70后、80后。在线时长最长的是多少？最多的人群是大概是1小时到3小时，就是在线时间是1小时到3小时。这60后、60、70、80，90后3小时到5小时，00后5小时到8小时。你看一下这个大家好像刷手机的这个时间越来越长啊，然后就是花钱了啊。过去一年。中国这个人均休闲消费一年时间是平均5647元，每个月是470元啊，就是你去钓个鱼啊，喝个咖啡啊，一个月平均470块钱啊。这休闲大概就是除了生活必需品啊，吃饭、穿衣服、住房啊，这个交通，除了这些开支以外，你那些的开支大概就是470块钱啊。那么这里面有几个数字，我大概给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数字你听了以后，你就大概是知道中国发生什么事情。一年下来1分钱都没有休闲消费的人有多少？有4%，中国有4.1%的人
一年下来1分钱休闲消费都没有，人群是5740万，有5700万，一年下来1分钱都没有啊。然后一年这个总的消费，休闲消费少于1000块有多少人？44.4%，就10个人里面有4个人，4到5个人，一年的消费就是休闲消费不到1000块钱，不到1000块钱，平均一个月是多少钱？83块钱。中国有就是40%以上的人，一个月他83块钱去吃趟麦当劳吧，一家人去吃趟麦当劳吧，大概是这是1000块钱，1000块钱一年下来1000块钱到3000块钱，也就是一个月83块钱到250块钱，有多少人？刚才我讲44.4%有多少人有6亿2千万人。中国有6亿2千万人，他一个月的休闲消费只不到83块钱。那么中国有这个消费从一个月是83到250，有3亿1800万人那么3000块，从3000块到8000块这个人群这个人群有多少？16.3 16.3大概是多少人呢？2.2亿人。8000到1万，也就是说一个月消费667到833，一个月800多块钱也不算很多但是有6720万人，1万块钱以上一个月就是休闲消费超过1万块钱，占人口总数的11.8%，有多少人？1.65亿1.65亿。这个数字呢让我想起了什么数字？就是这个北师大它的那个数字，那个调查数据北师大那个调查数据我把那数据2个数据放在一起一拼，我就知道了，北师大的数字是真实的。为什么？你看一下中国的收入少于1000就是月收入少于1090块钱的人有多少人？6亿人。和刚才我讲的中国这个一年它这个休闲消费少于1000块的有多少人？6亿2千万人。这个正好是匹配，就是最低的消费人群和最低的这个收入人群正好是相匹配。就是说他大概是用了就是1000块钱嘛，1000块钱也就是83块钱嘛，也就是当他一个月收入有少于1000块钱的时候，他一个月的这个休闲支出花了83块钱，少于83块钱，这是匹配的。然后第二个还能匹配的是什么？第二个匹配就是休闲一年1000到3000，这个人群有多少？22.7 22.7，它的人群是3亿1800万。然后中国的正好，中国的月收入在1090到2000块钱的人群收入是多少？26%是多少人群？3亿6400万，正好能够匹配。就低收入人群的这个支出非常的吻合，它非常的契合非常的契合。然后就是什么？然后就是2000到3000这部分的收入，2000到3000这部分的收入有多少？有2亿人。然后这边呢，这边是3000到8000，就一个月的，就是一年的休闲支出3000到8000也是2亿2千万，一个是2亿700万，一个是2亿2千万。所以低收入人群的这个
休闲匹配非常的契合，所以这两个数据能够互相印证。但是到了高收入人群就走样了，就不一样了。我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到了高收入人群，你看哈，他这一万以上的这个休闲支出有11.8%，啪上去了。本来应该是个金字塔型的啊，金字塔型。中国的收入人群也是金字塔，理论上它应该是也是金字塔上去。哎，为什么到了1万以上突然啪上去了呢？18%了呢？后来我想了一下，我明白了，为什么？为什么不匹配？因为他讲的是休闲支出，休闲支出他有一些钱他是自己的，但是中国人有一部分人，他的支出他可以花公款，就是无论是在公家还是在私营企业，都有一些这样的人群，他可以利用公款去消费，有公款消费的人群，这部分人群他收入未必是很高的，但是他休闲支出却是很高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突然这个人群突然一下大起来，这可以完美的解释这个理由，这是一个方面啊，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呢，我们就再重新重温一下所谓的中国的庞大的消费市场和人群，大家再来看一下啊，看一下。第一个，月收入低于1090的有多少人？有6亿人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低于2000块钱的月收入的人群有多少？9.64亿，大数10亿人。中国现在是说当然现在是按照14亿人口啊，中国14亿人口，其中有10亿人月收入少于2000块，月收入高于2000块只有4亿人啊，这是一个让大家很意外的事情啊。然后就是2000到5000，这是个什么档？这是一个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标准，就是2000到5000人均收入。那么有多少人呢？3.64亿，5000以上只占人口的5%，7180万啊，7180万，才7000多万人，是5000每个月收入，人均月收入哈。如果你家里有4个人，那你就得4、5、20，2万以上啊，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去年人民银行做过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叫什么呢？叫中国城镇啊，就是城市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这个调查其实完美的解释了我们最近的一些消费市场的现象。它这个数据是这样，他说中国家庭净资产的占有比例，20%的家庭占有了65%的净资产啊，净资产就是你的总资产减掉你的负债，就叫净资产。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套房啊，加上一些现金，加上股票，把股票加现金，在房子的总值再减掉你的按揭，这就净资产啊，就净资产。中国20%的家庭占有了65%的净资产，10%的家庭，这个非常，这就你看得清楚，10%的家庭占有了49%的净资产，就将近5%，将近一半。就是说，中国有10%的家庭占有了净资产的50%，啊，1%的家庭占有了17%的净资产。这反映什么？这反映中国的财富高度集中在一小部分家庭手中。这就完美解释了什么呢？完美解释了今年下半年，就是奢侈品也好，汽车也好，非常火爆，原因在哪里？但是总体的消费市场又非常的差，为什么？总体的消费市场靠的是什么？靠的所有人，这大家兜里没钱，消费市场就不好。但是呢，中国的
10%，我们不说别的，就说那10%的人口，10%的家庭吧，不是人口，家庭，他的财富不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因为他占有50%的净资产，50%的净资产，因为愿意说明他根本所谓的经济波动对他没有任何影响。而当疫情的影响，他没办法出来消费，他憋了半年，那么一开放跑出来消费了，这就是为什么第3季度、第4季度中国的奢侈品、汽车暴涨、销售暴涨的原因就在这里，原因就这就完美的解释了我们刚才的这个。你可以通过这几个数据，你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市场其实是个非常畸形的市场。大部分成熟的市场应该是纺锤型。什么叫纺锤是什么样子？就是两头小，中间大啊，中产阶级人数非常大，然后上下少，就是有钱人少，很穷的人也很少。但是中国不是，中国是金字塔型，它的中产阶级并没有形成出来。它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金字塔型，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就是进入发达国家的状态，不是这个状态。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还没有成为社会主力啊，这就是中国市场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中国是一个非常贫瘠的市场，就是你把这个数据一平均就没啥了啊，看得过去很大。但是实际上你看，所以我就一直认为统计局的那个数据一直在蒙老外啊，就是中国的消费市场这个情况。好，我们今天大体上就讲一下，因为我看到这个数字，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正好可以验证这个北师大的那个收入调查，就是验证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两会上的这个两会记者会上面的那个说法，就是中国1000块钱以下收入的人群有6亿。我再补充一下，中国月均收入少于2000块钱的人群有10亿啊，有10亿。OK， 好吧，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互动啊，今天主题就到这里，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OK， 好，我们今天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今天是平安夜，所以我就想，大家说点高兴的，好吗？明谢川云，谢谢钟王老师圣诞快乐，谢谢 Mike 猪，谢谢郭九英，谢谢。陈伟，谢谢。Chelsea 徐，谢谢。祝王先生和家人圣诞快乐，感恩陪伴，谢谢你韩温金，谢谢。曲优，谢谢。Abby张Abby 张，谢谢。陈建，谢谢。ESA， 谢谢。Sean Lee， 谢谢。祝圣诞节快乐。不知王生养不养猫？如有就请带我送一包小鱼干吧，谢谢。我们家不养猫，我们家养汪啊。2WE， 谢谢。从年初开始关注王老师的节目，谢谢您对时事中立客观的报道和分析，让我们认识到中共一直在编造的谎言和如何独立思考。祝王老师圣诞快乐，新年快乐，节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的人醒来，谢谢。TT， 谢谢，很久没听直播了，祝王老师和全家诸位朋友圣诞快乐。在悉尼送走了被困在澳洲1年的亲人，自己不得不在家隔离2周。OK， 希望你能够顺利希望 TT 顺利闪电233，谢谢王老师，深夜直播辛苦了，请王老师喝一杯小咖啡。好的，姥姥王，谢谢，我们全体请美西喝咖啡，谢谢你，圣诞节快乐，美西圣诞快乐，谢谢谢谢你的付出。Johnny Walker， 谢谢。
杭阳，谢谢 Vivian， 谢谢大苹果们，祝王老师圣诞节快乐，谢谢 Harry 张，谢谢。好，情况，我在国内2线城市沿海省会，我家周边3公里内有3个大 shopping mall， 沿江景致不错。平安夜往年都是堵车堵得晕死，昨天马路很宽敞，还不如平时周末堵，也没冬至那天堵。我的结论是，年轻人和年轻的就业，3到5年的大学生口袋里真的没什么钱了。年轻人失业率肯定也高，也就是中年人工作比较稳定，有一定的消费能力，所以冬至那天还拖家带口聚餐下。你这分析很到位啊。现在年轻人的消费能力在下降，说为什么蚂蚁集团那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年轻人的这种借贷率非常的高啊，借贷率非常高。观点，中产阶级也没什么消费能力，在供房和养娃2座大山之下，哪里还有余钱？更不用说，如果有4个老人中有1个万一生了病，那直接陷入贫困了。我经常讲，中国的中产阶级和赤贫中间就隔着一场大病啊，一场大病就直接变成赤贫啊。观点，月收入1000，一年12000，农村95%的人口达不到一年收入12000，干农活不管你怎么做，做牛做马也赚不到这么多钱。农产品价格太低，农民历来是被无情压榨，不管共产党说的多么高尚，农民最痛苦，中国的农民最可怜的地方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不是农产品价格太低，中国农产品价格不低，中国农产品价格是蛮高的，中国农产品比国际市场贵30%到40%啊，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啊。中国的农民有2个非常凄凉的地方，一块是什么？一块是土地，中国农民没有土地。其实现在中国的农民基本上你可以讲他算是，如果农民没有土地叫什么？叫佃农啊，佃农就是跟地主租地啊，交租啊，那叫佃农。中国的农民现在都是佃农，因为土地不是他的啊，这是一块啊。另外还有一块就是中国的这个农资价格非常高，农资价格比如说种子、化肥、这个肥料啊，这化肥跟农药，其实农资主要是这3样，然后还有农村的电啊，农村的电，现在农机都要用电，农村的电比城市要贵很多啊。就理论上农村应该电更便宜，因为它收入低啊，但是不是的。农村的电很贵，农村现在基本上现在的情况就是，你说3座大山，我觉得应该很多座大山才行啊。所以农民现在贫困，我就是说中国农村的贫困就是制度性的歧视和压迫造成的啊。所以为什么会农产品的价格贵？核心的原因是农资价格贵，农资价格贵的原因是什么？国企啊，你看见所有的农资供应商都是国企啊，就是这个问题啊。情况，今年的汽车，尤其是高级进口车折扣很大，买车很划算，这是汽车销售暴涨的原因之一。对啊，就是打折就是市场不好嘛，市场不好就打折，但是全世界都打折，打折不一定管用的。当你没有消费能力的时候，打折没有用的啊。观点，收入多于2000以上的中国人都居住在发达的省份，房租生活支出的高物价也跟2000块以下收入的人群没啥区别，一个穷的彻底一些，一个穷的还有下个月的工资。 OK， 情况，网传税务稽查人员已经进驻各个地区，要查阿里系网店的偷税漏税的情况，所有在阿里开店的都要补交税款。结合前段时间严查明星工作室的纳税问题，看来严打阿里也是因为政府缺钱了。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我认为现在的情况就是，马云就是其中一个代表。其实他不仅仅是严打，马云和马云系啊，马云就是阿里和这个蚂蚁集团啊。那么他现在这么做，主要是针对互联网资本啊，他是在搞运动。中共现在又在搞一场运动，政治运动来做这件事情啊。观点通过马云事件看出，国人还是那些义和团的后代，都写到骨子里去了。国内外华人没有太多区别，都继承了祖传三大法宝：墙头草、众人推、万只脚。今天王，明天马，后来到你家，只要墙内挨个签收货到付款，谁也跑不了。我不喜欢马云，但以这种运动的方式，不是义和团，不是红卫兵是什么？多野蛮、不文明、不开化，让周围的国家怎么看华人？怎么看华人，脸都没地方放。对华人，老实讲呢，我还真不觉得他代表华人啊。华人不必为这件事情感到羞耻，这是中共的恶，让他自己背，你不必帮他背啊。但是我很同意你说的这些话。提问：《华尔街日报》最近报道，微信帮助中国政府对社会进行全面监控，其他媒体也有透露，腾讯接受国家安全基金的消息，是否预示着美国对腾讯或者微信的禁令会升级？我不觉得美国会升级，为什么？腾讯帮着政府去监控中国人这件事情很意外吗？全世界都知道好吗？美国人会不知道？美国政府会不清楚？这件事情早就知道了嘛。但是为什么之前不升级，现在升级呢？我没有看出他升级的理由啊。华尔街报道这件事情，只是这个记者突然拿到了一些料，这些料足够写。华尔街日报也不是不知道，知道，但是他没有料，他就不能写，就说他没有证据，他不能写。大家知道很多事情是这样啊，我们记者会知道很多事情啊，这件事情也知道了，那个事情也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也知道了，但是呢，为什么我只写了这件事情，其他事情我都没写？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料不够。就是当你要写成一篇报道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证据，一定要有实据。所以中国很多事情就是中国有句话叫宁愿被你知也不能被你看，就是让你知道没关系，但是让你看见就不行。为什么？因为你一看见你就能写出来，记者就是这样，你没看见你不能写，你听别人说的你不够料，所以就是这样。我怀疑华尔街就是他拿到了个料，所以他就写了篇这个报道，跟美国政府的政策没有关系。我不觉得美国政府在这些事情上面又有什么新的动作，我看不到。你看抖音也好，腾讯这个微信也好，虎头蛇尾，你有下文吗？没有了，都没有了啊，只是喊一喊而已啊。情况仍在上海，在市中心商业区，日日可见年轻人排队购买奢侈品，让人觉得我们的收入状况很魔幻。但那只是沿海一线繁华商业区，是财富最集中、价格收入弹性最低的地方。广袤内陆的财富都集中在一线城市的泡沫上了吧？这个很正常，我觉得是很正常。他又没有全国开到县里面去，很多地方要买，你还得跑到上海去买，还得跑到深圳去买。所以这个我觉得，我还是那句话，中国收入非常的悬殊。就是我觉得今天的我们的这个数据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两点。第一点，中国的贫富悬殊，收入财富的这个悬殊比我们想象的大，这第一点。第二点，中国有钱人也挺多，也真有钱，就这两点啊。但是这些财富是不可靠的啊！你看一下马云，你知道，你那些财富并不可靠啊。
提问：今天看了王先生也转了这个推，拜登提名亲共的欧汉龙为 CIA 局长，王老师能解读一下吗？我也转了，我转了，但是我转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到底是真是假，所以我现在就转了一下我解读不了。他有正式提名吗？我没有看到他正式提名的新闻，我只是看到推特上有人这么一说观点：英国能顺利脱欧，其实是西方民主政体的进步。因为欧盟要是准入不准出的话，结果就是另外一个美国南北战争了。英国脱欧其实是给西方整体一条出路，就是如何整合，如何分开。整个过程只有政治利益的妥协，没有流血。以后英国因为新政治情形重新加入欧盟，我也不奇怪。英国跟其他的国家组织新联盟也有可能，例如日本、澳洲，但联盟如何结合、如何分开，都有不流血的先例。流血是不可能，流血是不可能，只是说大家翻脸收场，然后付出巨大代价，没有协议，那么双方要付出成本，这个成本其实双方都承受不了。就是没有协议这件事情，英国脱欧没有协议这件事情，其实英国承受不了，欧盟也承受不了，都会有巨大的代价，所以他们一定会达成协议，就最后是政治决定。只不过呢，我就说在这个4年的过程当中，欧盟不会让英国好过，就是一定要给其他的人看，就这个道理情况：英国和欧盟的谈判65个关键议题，英国赢了43个，欧盟赢了17个，双方妥协40个。OK， 说明什么当然，这数量能代表这个影响吗？不一定的不一定的。情况：国内有些中小学明令禁止过圣诞，唱圣诞歌，一边又是商场打着圣诞的旗号大搞促销，意识形态和市场反应正出现了巨大的矛盾，场面搞笑又讲文化自信，又不让过圣诞，这是什么文化自信？你不让过圣诞，你不让是圣诞就很自卑嘛，对不对？自卑才会禁止过洋节嘛。你不自卑，你有什么过你爱过就过呗，是不是很搞笑的确是很搞笑。情况的说明，国内汽车卖得好，是因为汽车降价太厉害了，加上杠杆，很多合资车零首付，36期到48期无息贷款，几乎零首付，有很多年轻人买车，或者是中年人换车。OK， 排队买奢侈品的年轻人不代表他们有消费能力，有的人只是想要奢侈品，刷卡分期付款，几十次买一只包，在小姐妹前炫耀的情况很多。观点：马云教不教蚂蚁都没用，只要知道中国是有人依附传统的。清朝叫奴才，八旗是自己人，最大的是皇帝，其他人都是奴才。现在叫某某某是某部长厅长的人，红顶的虽然是自己人，但也分高低贵贱，最大的那个是席。家里的狗生的小狗是属于主人的，狗自己做不了主。马云不过是高级点的奴才，那也只是奴才而已。封建社会中国社会不叫封建，也不是社会主义，应该叫终身制官僚奴隶资本主义，好吧？情况：坐标天津，平安夜去教堂弥撒，结果发现教堂都以疫情为理由被关闭了，心里悲愤愤怒且悲伤。同时祝王老师和家人圣诞快乐，也祝你圣诞快乐，希望你能够平静心情观点：二线省会城市今年圣诞节特别冷清，没有媒体报道，没有商家活动，不让过洋节，在国内已经实现了OK，情况：祝王老师圣诞节快乐，很久没有看王老师的节目了，今天赶上直播。情况：我身边从国内出来的同事都是名校毕业，他们一直用国内的软件，一天到晚刷抖音看头条，说国内各种好。
我说国内一切的问题根源就是中共，他们说我不爱国，说如果让他们在美国中美国籍选一个，他们都说不要美国选中国，一天到晚只想着国内的吃喝玩乐，不知道思考问题。突然觉得清醒的人其实是孤独的。那他还出来干什么？那他回去嘛？你说呢？这个其实没什么好辩论的，对吗？他心里想什么也不一定会告诉你，对吗？所以不必为这个烦恼。Ray C 谢谢，阮光能谢谢 Alex 陈 Violin for Kids 谢谢，周礼根谢谢，王婶和美西 Merry Christmas 谢谢，魏玉祥谢谢，丁建军谢谢， Ruby 蔡谢谢，圣诞快乐啊，豆豆谢谢，支持王老师谢谢，祝大家平安夜快乐，祝全世界的华人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谢谢大家，谢谢。